各位朋友，大家好。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写过一首词，叫《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其中呢有这么几句，叫“斜阳草树，寻常巷陌，曾到妓奴曾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里说的妓奴是谁呢？实际上，妓奴的本名叫刘裕，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而刘宋王朝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播的一部电视剧，叫《锦绣南歌》中的历史背景。刘宋王朝啊，是南北朝中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关于南北朝啊，以前的视频节目中呢，我多次给大家介绍过。南北朝啊，承继的是西晋王朝，而西晋呢，大家应该知道啊，是三国时期最后是三家归晋。西晋呢就完成了大统一，但是后来呢，因为八王之乱，西晋呢变成西晋分裂，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这就是历史上的五胡乱华，或者说五胡16国时期。而西晋的皇室在司马睿带领下，衣冠南渡，就到了长江以南地区，建立了东晋王朝。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虽然我们说方向经常说是东西，但是要说朝代的话，应该是西晋、东晋，应该是西东。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样是划江而治，到了宋朝的时候就是南宋跟北宋，而到了晋朝的时候呢，却是西晋跟东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东晋不叫南晋，而称为东呢？这个呀，有几个方面原因啊，咱们就刚开始先跑个题，说说这个为什么叫东晋不叫南晋。既然早晚要跑题，我觉得晚跑不如早跑。至于跑完了以后会不会再跑，那只有跑跑才知道。为什么叫东晋呢？这是因为啊，当时东晋他们所控制的这个疆域啊，基本上就是当时三国时东吴所控制的那个面积，所以呢，就把东字给他们呢也比较合适。再一个呢，是当时虽然说是划江而治，但是呢，长江以南的四川地区还一直被成汉政权所掌握，所以呢，不能说整个南部都是这个东晋的。还有啊，就是在晋朝时候啊，中国的南方地区，就是长江以南的地区，还属于那种未开化的、比较落后的地区。所以呢，如果称为南朝的话，就会觉得很丢人。而到了宋朝的时候呢，长江流域呢已经非常发达了。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各方面呢都不逊色于黄河流域。于是呢，称为南朝呢也就不觉得那么丢人了。于是呢，南宋呢就称为南朝。南宋自己在自己的国书中也称自己为南朝。也就是因为以上几个原因啊，东晋呢就不称为南晋，这是一个小插曲。到了东晋末年呀，可以说是天下大乱，皇室衰微。于是呢，乱世出英雄，就出了这么一个刘裕。刘裕呢是草根出身，据说呀他是刘邦的旁门子弟啊，也算是皇室血脉，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混的，就混到这副田地。后来呢他从军，在当时来说，刘裕应该是战神级别的，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刘裕的一生中曾杀过5个皇帝，要说杀皇帝的人数最多的人，应该是刘裕当之无愧。这个刘裕杀了这么多皇帝，于是呢，后世有人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一代沙皇尼古拉斯刘。这后世的人又指的是谁呢？正是在下。这些皇帝呀，有的该杀，有的不该杀。该杀的呢，像那些16国中的那些皇帝啊，作乱一方。比如说像金庸小说中慕容复想要复辟的那个王朝，就是南燕，就是被刘裕给灭的。南燕的皇帝也是被刘裕杀的。有的皇帝啊是不该杀的，比如说东晋的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说起来，这又是一段故事，不算跑题啊，我给大家稍微的延伸一下。其实这个刘裕啊，早就有机会篡位，改朝换代，但是呢，他是听信了一句谶语。这谶语怎么说呢？说的是昌明之后应有2帝，就说这个东晋的这个王朝的国运呢，到昌明之后还有2个皇帝，然后才能完。昌明指的是晋孝武帝司马昌明，说昌明之后呢，应该还有2个皇帝。第一个皇帝呢，那是已经是司马昌明的儿子，叫晋安帝。晋安帝有智障，连春夏秋冬都分不清楚。
其实这时候刘裕就可以篡位了，但是刘裕呢就相信那句谶语说的还有一个帝，于是呢他就把这个晋安帝杀了以后，又拥立了一个皇帝，就是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温，又让他当了这么1、2年皇帝以后，然后他才让司马德文写了禅位诏书。司马德文可以说是欣欣然写下了这个禅位诏书啊，他是非常开心的，终于可以不做这皇帝了。而且他也知道啊，从以前的历朝历代的皇帝，如果禅位的话，通常能够得到善终。比如说当时的汉献帝刘协，当时刘协把皇位禅让给了曹丕以后呢，曹丕封他为山阳公，邑1万户，位在诸侯王之上，而且是奉诏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礼仪祭祀祖先和各宗庙。而且曹丕还说呀，天下之真，朕与山阳公共享之。所以说对他是相当的礼遇。说起来啊，刘协还是曹丕的妹夫，曹操的3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刘协。最后陪伴着汉献帝刘协做山阳公的是他的皇后曹节。刘协和这位曹皇后到了自己属地以后呢，是广施仁政，而且呢，他还用自己在宫中学的那些医术啊，悬壶济世，治好了好多老百姓的病，被当地的老百姓广为称颂。刘协呢，最后是得以善终，54岁才去世的。他这块封地也一直保留到了晋朝，一直在他的子孙之间传承。所以说，东汉的禅位皇帝刘协是得到了善终的。到了司马篡位的时候，司马炎对把皇位禅让给他的魏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曹奂，可以说是更加的优待。想当年西蜀刘禅禅让以后呢，最后只封了一个安阳县公，而汉献帝刘协呢被封为山阳郡公，这个级别就高了很多了。到了曹奂这里呢，已经被封为陈留王了，这级别是越来越高。说起来啊，陈留王这个封号呢，恰好就是汉献帝做皇帝之前的封号，历史也是特别巧合。这也算是司马炎给曹奂开的一个玩笑吧。曹奂呢，也享受了当年刘协得到的全部待遇啊，以天子礼仪祭祀啊，受诏不贵啊，可以说是后半生衣食无忧，享年58岁，在当时来说可以算是善终了。也就是有了前朝皇帝这些禅位的例子，所以呢，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的时候呢，是心怀欣喜的。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了，不用每天这么担惊受怕的。但是他可能忽略了，他所面临的这个人可是一代沙皇，是以沙皇为自己专业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虽然禅位的时候没有杀司马德温，但是没过多久，刘裕呢就派人给司马德温去送毒酒。派去的第一个人呢，因为以前做过东晋的官员，心中有愧，所以呢，在半路自己就把毒酒喝了，因为他不想去杀司马德温，又不能回去复命，于是只好自杀。第二批人呢，刘裕派的是司马德文的姐夫，也就是说是他的皇妃的哥哥，2个人去毒杀了司马德文。刘裕对禅让皇帝的如此行径啊，给后世啊开了一个坏头，他的子孙呢也将深受其害。也有人说呀，昌明之后应有2帝呢，这是一句谶语。谶语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循这个规律来走的话，那么你就会受到报应。刘裕呢，等于是人为的缩短了这个2帝的过程。他杀了一个皇帝，又自己立了一个皇帝，然后又让他禅位，这样的话等于是违背了这句谶语，那么他的报应也就临到头了。这就是所谓的一语成谶吧。刘裕杀死晋恭帝的行为，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那种状况，引起了很多东晋文人的不满。其中有一位在后世非常有名的文人，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来表达出自己对那种安定啊、平和、没有杀戮的社会的向往。这个人的名字叫陶渊明，他写的那篇文章叫《桃花源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桃花源记》？他大概说的呢，就是一个武陵的渔人，打鱼的，在武陵地区打鱼的人，有一次呢，误入到了一个叫桃花源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呢，是从秦朝开始就为了远避战乱，躲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人呢，每个人都非常的和善友好，
彼此之间呢没有欺凌压迫，就是这么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位渔夫呢，在桃花源受到了各家各户热情的款待，同时呢，他们也告诉他以后回去以后千万不要告诉外面的人有这么一个地方存在。这位武陵渔人回去的时候呢，他还特意的做了很多记号。然后呢，回到州府以后呢，告诉了当地的太守。这位太守按着记号回去找，但是再也找不到这个桃花源了。这就是这边《桃花源记》的大概内容。主要表现出呢，就是陶渊明对那种安定和谐、没有杀戮社会的向往。当然了，后世也有人有一种惊悚的说法，说是桃花源呢，实际上是说的这位武陵渔人进入的是一片鬼域。这个话题就有点惊悚了，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刘裕呢，开启了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就是宋。南朝总共历经4朝，宋、齐、梁、陈。同时期呢，在北边呢有北魏，后来变成东魏、西魏，以后演变成北齐、北周，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如果说东晋的那个朝代就像走一步喘3喘快走不动的老爷车的话，那么南北朝这个时期就像是一个开足马力、疯狂疾驶的灵车。就拿这个刘宋来说吧，它建立于公元420年，覆灭于公元479年，总共只有60年的时间，其中历经了8、9位皇帝。为什么说8、9位这么不确定的数字呢？是因为其中有一个皇帝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所以呢，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至于为什么，咱们一会儿再说。刘裕登基以后没过几年，他就因病去世了。皇位呢，传给了他的太子刘义福。可能是觉得这个太子还太年轻吧，于是他又找了4位托孤大臣来辅佑这个太子治国。结果实际证明，刘裕不光是选太子的眼光差，选托孤大臣的眼光是更差。这个太子是有点不着调，太贪玩了。他倒没有什么特别恶的行为，就是太贪玩。18、19岁了，应该算是成人了，但是他呢，还是一味着想怎么玩怎么玩，一点不想关心国事在宫里呢也开个夜市自己做买卖然后呢，那位4个大臣呢，也是扮演了城管的角色对他也是非常不满。这4位大臣呢，是完美的重新诠释了托孤大臣的定义，就是高高的托起来，然后重重的摔下。他们觉得这个皇帝刘义父不靠谱，于是呢，他们就想设立新的皇帝。他们最后选定了3儿子刘义隆，但是在这之前呢，他们觉得2皇子也非常的碍眼。如果刘义隆登基以后，这2皇子毕竟是年长嘛，本应取得皇位。于是呢，这4位大臣呢就担心2皇子将来会造反。不管说这2皇子将来会不会真的造反，那个他们不管，反正他们是先把2皇子给做掉了。这样的话，3皇子刘义隆就登基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文帝。刘义隆继位以后呢，先是重用这几位托孤大臣，后来等到羽翼丰满以后呢，就借着说这4位大臣当初合谋杀死了他的大哥2哥，以这个为理由杀死了2个托孤大臣，还有另外2位就是徐占之和谭道济，还没有来得及杀，这时候宋文帝的身体明显就不行了。宋文帝病了以后呢，他又不想把权力交放给这些大臣们，他希望还是通过王室子弟来继续行使这个权力。于是呢，他就想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义康。刘义康呢，就是在《锦绣南歌》这部剧里秦昊扮演的那个人物，算是这部剧里的男主角吧。这样，宋文帝刘义隆就把他的弟弟刘义康请到了身边来辅政。说是辅政其实朝中的大事小事完全都是由刘义康来决断。刘义康呢，他也是一个称职的执政者，他本人呢就是记忆力超强，而且呢又特别善于处理这些繁杂的行政事务，所以呢他在执政这段时间呢颁布的一些行政法令都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呢他还特别勤勉，是一个勤政的这么一个执政者。所以说历史上有名的袁家之治就是
说智力比较好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由刘义隆和刘义康这兄弟两人共同打造的。在这哥俩执政期间呀，有一位大臣逐渐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人呢，就是大将军谭道济。说起这谭道济啊，他在当时确实是非常的有名，他是非常会打。北方的北魏政权最怕的将军就是他。有一次啊，谭道济带领着军队和北魏开战，在当时的情况呢非常险恶，因为没有粮草，所以他的部队呢就面临着一种溃败的局面。这时候呢，谭道济呢就想出了一计，他呢让人呢用沙子堆成了一个小山丘，然后在上面呢又覆盖上粮草，而且呢他还让那些士兵大声的叫着去称粮食。就拿那个斗啊去称粮食，然后一边呢喊出声来，故意让对面的北魏士兵听到。最后呢，北魏士兵呢就误以为他们粮草充足，于是在他们撤退的时候呢，北魏军队也没有全力的追赶，这样就使得谭道济的部队能够全身而退。这个在历史上呢有一句成语叫做唱筹粮杀，这个就是和谭道济有关的，而且36计走为上计就是源于这个计策。此外，36计据说也是这位谭道济写的，像我们熟知的什么围魏救赵啊、瞒天过海啊、美人计啊、反间计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出自于36计。很多人呢经常把36计跟孙子兵法混在一起孙子兵法呢那是春秋时代的一本兵书，好多人呢都认为36计就是孙子兵法里记载的，其实呢这完全是两本书。也是出于不同的朝代，而且呢，这两本书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孙子兵法呢，更侧重于的是战略方面，而36计呢，更侧重于的是战术方面。所以说，哪位人士特别渴望成功，想从36计和孙子兵法中获取一些启示，那么你最好是左手拿着36计，右手拿着孙子兵法，然后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一个慢动作，那么你肯定人生有成，恭喜恭喜。刘义隆和刘义康呢都很忌惮谭道济手里的兵权，特别是在刘义隆的第二次重病以后，他担心呢，他将来死了以后谭道济就没有人能够约束住他了，他就会造反，会夺了他们刘家的政权。我相信刘义康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呢，两个人呢就下了一道旨意，要把谭道济抓住处死。谭道济是束手就擒的，他本来是有能力反抗的，他当时是带兵驻外，所以他要造反的话，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呢，谭道济呢并没有造反。当他收到这副指令的时候呢，他只是目光如炬，而且呢把帽子扔在地上，大喊了一声：“乃坏汝长城也！”这又是两句成语的来源，一个是目光如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那句自毁长城，就来自于谭道济。谭道济被处死以后呢，似乎外部的人无法再窥伺他们刘家的政权了，但是他们刘家人内部又开始起了矛盾。兄弟两个人的蜜月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慢慢的呢，二人之间就生起了嫌隙。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在刘义康方面大权独揽以后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天天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他呢也有比较骄傲了。而且这个人吧，属于神经比较大条的那种，就是他不太考虑他哥哥的感受。他觉得他们哥俩的感情非常好，确实他们哥俩的感情呢不错，至少在刘义康看来。刘义隆生病的时候呢，刘义康确实是24小时守在床边为伺候他哥哥。刘义隆呢，当然也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说兄弟情深等等等等。所以呢，刘义康呢就认为他们的兄弟真的是情比金坚，他却忘记了呢，在他们兄弟关系的上面呢，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刘义康可能觉得，我认为我对我哥哥这么好，我哥哥一定也认为我是这么好。于是呢，他对他哥哥呢，好像就失去了对君王的那种尊重。有些事情比如说他曾经请了6000多名的奴仆，他呢也没有向他的哥哥汇报，而且平时的言语举止只把他的哥哥当成哥哥看待了，而忘却了他哥哥同时也是一个帝王。有一次刘义隆呢吃橘子，从上面刚刚进贡来的橘子，他吃着觉得不是很甜，
然后他就跟旁边的刘义康抱怨说：“这个橘子怎么不是很甜呢？”这刘义康呢，你说他神经大条到何等程度啊？他呢就说：“不会啊，这橘子很甜呀，要不然我从我的府上拿点橘子来，你尝尝是不是甜？”于是他还真派人从他的府上拿了一些橘子。这刘义隆一尝呢，果然比他刚才吃的要甜很多。他心里呢就觉得很别扭了，为什么下面进贡来的东西，好的东西却给了刘义康，坏的东西才留给了我这个皇上呢？刘义康呢，他是一点没有往这方面想，所以我说他神经大条呢。你说你得到了一些好橘子，你就偷偷摸摸的啊，关了灯躲在被窝里慢慢吃就行了，你何必还要呈送给你的哥哥来恶心他呢？总之啊，虽然是一些小事，但是呢，时间长了呢，在刘义隆的心里呢，就留下了很多阴影。特别是有一次啊，刘义隆再一次病重，他病重的时候呢，曾经把刘义康叫到身边，等于是托孤，他要把自己的儿子拜托给刘义康来辅佐。刘义康呢，回到家以后呢，也很悲痛，就跟他的臣子们，其中有一个叫刘湛的，就说起这件事情。当时呢，刘湛就说的太子这么年幼，怎么可能当此大任？意思就是说，你刘义康应该取而代之。当时呢，刘义康呢态度呢比较暧昧，他没有说话，他没有赞同这种说法，但是呢，他也没有反对。而当时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大臣，这个大臣可是心向着当时的皇帝刘义隆的。后来等刘义隆病好了以后呢，这位大臣呢就向刘义隆告密，刘义隆大怒，就杀了这个大臣刘湛。刘义康呢受刘湛的这件事牵累呢，于是呢，他也自请外放，刘义隆就让刘义康到外面任了一个刺史，而且呢还管军事。所以说呀，刘义康并没有完全失去刘义隆的信任。这时候，宋文帝刘义隆的身体呢已经逐渐康复了。按说现在呢，他又重新回到了权力宝座，他的弟弟刘义康又被外放到外面，可以说这个局面应该是比较和谐了。时间长了，也许这兄弟二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有所改善。但很可惜啊，事情并没有按这样的方式发展，这要多亏了刘义康的那几位猪队友。为什么说他们是一群猪队友呢？这些人呢，就是当年刘义康当政的时候的一些追随者，那些官员啊。随着刘义康外放以后呢，他们也被外放到了地方做官，然后呢，他们就密谋造反，要拥立刘义康来继承皇位。这件事情呢，就被那4位托孤大臣之一的那个叫徐献之的人给告发了。可是刘义康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这完全是他那2位追随者自作主张。但是呢，刘义康呢还是脱不了干系。为这件事情，他被刘义隆贬为了庶人，被监视居住。后来刘裕另外一个儿子叫刘义恭的，又举报说刘义康啊心有不满，又发了不少怨言。于是呢，刘义隆呢很生气，又把这个刘义康呢要贬到广州，就是更远的地方啊。在刘义康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还没有去广州的时候呢，正好这时候呢，北魏开始大举进犯，国内局势呢就开始动荡起来了。刘义隆呢这时候就非常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刘义康呢会起兵造反。他觉得这个弟弟还是让他不踏实，特别是在这种时候。于是呢，他就命令中书舍人严龙去毒死刘义康。刘义康接到这杯毒酒以后，只能是一声长叹呢。他当时只是说，我是佛教徒，如果我要自杀的话，那么我将来不能转世为人。这可能是佛教的一个规定。严龙说这好办呢，就顺手拿起身边的被子，把这个刘义康活活的闷死了。说起来也是巧合哈，当年的司马德文也是没有喝那杯毒酒，最后也是被被子给闷死的。这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因果报应。其实啊，如果我们往回看这个整个的事件，我们会发现这个刘义康真的是要造反。刘义康如果真的想造反的话，那当他的哥哥正在病危的时候，病重的时候，不能理朝政的时候，他大权独揽的时候，他为什么不造反呢？那时候可以说轻而易举啊，同样可以用一个被子，甚至一个枕头就能把他哥哥给闷死。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还是尽力的辅政。所以说，刘义康心里头一直是没有造反。那么刘义隆就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吗？难道他不知道他弟弟不会造反吗？
如果他弟弟要造反的话，早就造反了，这个事实嘛。也许刘义隆也知道这个事，但是呢，他还是要杀了刘义康。为什么？其实不过就是为了他做的这个皇位。在刘义隆心里头，没有什么比这个皇位是更重要的事情了。刘义康看重的是兄弟，而刘义隆呢，看重的是君臣。所以刘义康一定会死。我在看刘宋这段历史的时候啊，甚至整个南朝的历史的时候啊，我时常会感到一种人性的冰冷。这和我在翻看北宋和南宋的历史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为什么北宋、南宋这样被人说积贫积弱的这么一个朝代，居然能够延绵了200多年？而刘裕创建的刘宋，曾经那么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什么只停留了区60年就亡国了呢？抛去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人情的冰冷。这样人情冰冷的朝代是不会持续太久的。刘宋如此，以后的几个南朝的朝代如此，隋朝如此，秦朝也是如此啊。顺便发了一点小感慨。说起来，这个刘义康的死啊，还要拜托他这几位猪队友。你说这些人他们造反，为什么造反之前不把刘义康妥善的保护起来，或者在他们的拥戴之下，让刘义康带领他们去造反？他们刘义康还在刘义隆手里攥呢，他们在外面却要造反，你说这些人的脑袋是不是被门挤过？那么刘义隆后来又怎么样呢？刘义隆病好了以后呢，还组织过几次的北伐，就是讨伐当时的北魏政权。但是呢，由于准备工作不足，每3次北伐都失败了。在视频开始，我曾经跟大家提到那首辛弃疾的词，就是《咏玉乐》。在他的下阙中也有这么几句，是这样说的：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迎得苍狼回顾。说的就是他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去北伐，最后呢失败而归。北伐的失败呢，还引发了他跟他儿子，也是当时的太子的矛盾。他这个儿子呀，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着调的一个皇子，因为刘义隆宠爱新的妃子而冷落了他的生身母亲，所以呢，这个太子呢就对刘义隆呢怀恨在心，再加上对北伐战略上2个人有很大的不同，于是呢，这个太子呢就密谋要杀死他爸爸刘义隆。于是呢，太子刘绍和另外一个皇子叫刘瑞的就合谋想杀死他们的父亲刘义隆，取而代之。他们采用的方式啊，也是非常的古朴。用的什么方式呢？他们请了一个叫严道玉的一个巫师，下了一些巫蛊之术，就是在一个大殿的门下面啊，埋了刻着刘义隆头像的那么一个玉石碑。估计是想让千人踩万人踩，把他爸爸活活踩死。但是呢，事情不密，有人呢就把这件事情告发了。告发以后呢，刘义隆又在他们的府中搜到了几百张写有一些咒刘义隆死的那些符啊等等，那些东西都是那些行巫术用的东西。于是呢，刘义隆大怒，就责骂这2个皇子。这2个皇子呢，也是低头认错。刘义隆呢，这时候就有了废太子的想法，但是呢，并没有马上实行，因为啊，他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这个太子啊，毕竟已经当太子当了10几年了，他也掌握一定的军权，所以刘义隆呢就比较谨慎。当时呢，并没有马上对太子做出什么处罚。后来过了些日子呀，刘义隆发现他的儿子还跟那个叫严道玉的巫师来往，可能他们还想再来一次。于是呢，刘义隆呢就下定决心要废了太子，同时杀了另外一个皇子，那个叫刘瑞的。这件事情呢，他告诉了他的一个妃子，而这个妃子呢，恰好就是刘瑞的母亲。于是刘瑞就自然知道了皇上的意图，就转告给了太子刘绍。于是太子刘绍首先发难，夜袭皇宫。当时刘义隆和那位托孤大臣许占之正在商议国事，太子带着兵就杀进来了。刘义隆呢还举起凳子来抵抗，然后5个手指都被切断，随即也被杀。那位托孤大臣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也被杀了。这个太子刘绍中登大宝，但是好景不长，很快他的皇位就被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叫刘俊的，就以他弑君杀父、大逆不道这个名义起兵讨伐。
然后杀死了刘绍。所以刘绍继位也不过是几个月的事，在他们刘宋的人看来，这个人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皇帝。这也就是在视频开始的时候我说或者8位或者9位这个不确定的数字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刘绍被确定为元凶，而不能称之为皇帝，他的这一届就被取消了，等于是没有获得官方的认证。这个新皇帝刘俊天性风流好色，而且是不分长幼不分内外。传说中啊，他还与他的母亲陆慧南发生了乱伦关系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后来在他执政11年以后呢，就病逝了，然后他的皇太子刘子业登基。刘子业呢，天性冷酷好杀啊，他曾经把他的叔父刘义恭，这个刘义恭就是当年举报刘义康，心有怨言，最后导致刘义康被赐死的那个刘义康的弟弟。刘子业呢，怀疑他叔父谋反，于是就把这个刘义康给肢解了，而且放在密旨里。此外啊，他还羞辱他的另外几位叔王，其中他有一个叔叔叫刘裕的啊，因为呢比较肥胖，所以呢他就管他叫猪王。有一位叔叔呢比较笨，他就管他叫驴王。他给这猪王啊弄了一个类似于猪槽的东西，让这个猪王啊光着身子在这个猪圈里头吃这些猪食，所以是极尽羞辱之能事。最后这个刘子业也死在了这个猪王手里头。这猪王最后找个机会造反，就把这个刘子业给杀死了，继承了皇位。值得一提的呀，刘子业还有一个妹妹叫刘楚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山阴公主。她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呢，是因为史书上记载她非常的淫乱啊。她曾经跟她的哥哥抱怨说：“你有这么多的妃子，而我呢只有驸马一人，这样太不公平了。”于是呢，刘子业呢就赏给他了30个面首。面首呢，就是那些从事特殊职业的英俊的男子。这个刘楚玉的丈夫呢，就是天下闻名的美男子，叫何济。但是呢，刘楚玉呢还是不满足，他还想勾引天下另外一位也是公认的美男子，叫楚燕的。反正啊，这个刘楚玉在史书中的形象呢，就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虽然这些都是在史书上有所记载，但是呢，大家也要搞清楚，这些记载呢，好多都来自于魏史的记载，而北魏呢，又是当时刘宋的敌对政权，所以呢，他记载的一些所谓的史实是有待商榷的，大家不能全信。另外，刘子业还有一个妹妹叫寿阳公主。她的名声就比那位山阴公主要好很多。寿阳公主啊，有一天冬日暖阳，躺在草地里晒太阳。这时候呢，一朵红梅花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她的前额眉心。旁边的嫔妃们看到了这幅情景呢，觉得这个梅花印在这张美丽的脸上非常的好看。于是呢，在后宫中呢就开始流行起来，都把梅花印在自己的前额上。到后世唐朝的时候呢，上官婉儿就把这个创意呢更加的发挥了一下。他用一些薄纸啊，剪出这种梅花的图形，然后呢不光是贴在前额上、手臂上啊，哪儿都可以贴，成为了女性们的一种装饰。其实呢，在上官婉儿之前呢就有这种装饰啊，在《孔雀东南飞》中曾经有一句叫“对镜贴花黄”，指的就是这种装饰手段。后来那位朱皇帝刘裕在位10几年以后，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刘裕。这个刘裕呢，最大的爱好呢，就是伤害别人啊，经常拿着长矛到街市上逮谁抓着见着一个捅一个。他还曾经把他手下的大将萧道成的肚子，萧道成是个大肚子，他把萧道成的肚子呢当成靶子用箭射，幸亏他手下的大臣呢阻止他，把这个箭呀换成了一个盾的头，才没把这个萧道成射死。最后萧道成也是被逼造反，就杀了这个刘裕，又拥立了刘裕的另外一个弟弟刘准登基，这也就是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后来萧道成逼迫刘准禅位，刘准禅位的时候呢，悄悄地问他身边的一个大臣说的：“我这样禅位，我会不会死啊？”当时他身边的大臣对他悄悄说：“您还记着当年的司马吗？”指的就是当年的晋恭帝司马德文。当时刘准只能是一声长叹呀，没过多久他也被杀死了。这是不是报应呢？
在我看来，这更是天意。萧道成登基以后，就开始了南齐政权，就是我们以前在《鹤唳华亭》这部剧里出现的萧泽和那位罗晋扮演的太子的那个朝代。而萧道成呢，就是萧泽的父亲，也就是罗晋扮演的那位太子的爷爷。南朝的历史呢，就这样继续的延续着，而杀戮呢，也是如影随形，不离左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